在我家，公屏被装进一只签筒里，所有事都说抽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妹妹总能抽到红签，可轮到我，底下总是黑的。我以为只是我运气差，直到我结婚那天，才发现公屏从来没属于过我。妈，我刚刷到城郊山的枫叶全红了，咱们全家现在就去爬山，我都约好同学在山脚下等了。为了迁就妹妹层出不穷的突发奇想，这场婚礼我已经改了10次日期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亲戚们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，我都已经改了10次日期了。吵什么？咱们温家的规矩，有分歧就抽签决定。红签爬山，黑签婚礼。从小到大，我的运气都很差。房间的抽屉里已经攒了整整999根黑签。红的，老天爷都支持我！爸妈，算我求你们了，至少等婚礼结束再走好不好？就1个小时。仪式结束，我亲自开车送你们去爬山，行不行？既然抽到了红签儿，就得讲公平。温家最讲规矩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把宾客都散了。行了，抽签定了，婚礼取消，丢不起那个人。妈，快走吧，再晚看不见云海了。姐，不就是个仪式，补办不就行了？这是天意，你不认也得认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或许抽签筒里抽出来的从来都不是公平，而是爸妈的偏心。我毕业典礼那天，他们选择陪妹妹去看电影。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那天，他们又陪妹妹去了国外旅游。今天我结婚，他们又要去陪妹妹爬山。好，你们要去爬山，那就去吧，算你识相。去跟顾家说取消婚礼，继续，不等你们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你不要脸，我们要脸。你想让外人戳着我们脊梁骨说我们偏心？这是我一辈子的婚礼，你们就不能为我忍这半天吗？你竟敢顶嘴！养你这么大，你就为了个男人毁家里的名声？你今天敢上台，我就当你没这个女儿。你要是真不想我们走，也不是不行。你把这辈子的策划方案转给瑶瑶，瑶瑶在上升期需要这个名头。你都要结婚了，心该收一收了，把方案给妹妹，作为你不遵守抽签规则的补偿，这才叫真正的公平。我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东西，他连报表都看不懂，这也算公平吗？瑶瑶是你亲妹妹，你拉拔她一下怎么了？她升职了，温家也有面子。你性格死板，拿了方案也未必能成大事。方案我早帮你带来了，现在就改，名字换成瑶瑶的。只要邮件发出去，我们今天就不去爬山了，风风光光陪你走红毯。你看这笔交易多划算。姐，你最疼我了，对不对？你以后有姐夫养，我只能靠自己了呀。原来连我的婚礼都是你们掠夺我的筹码。想什么呢？还不赶紧动手！别给脸不要脸。好，我改。这就对了，你这种死脑筋一辈子就是个小职员。瑶瑶天生是享福的命，得有人捧着。亲家，你们以后也别惯着她，她在家干惯了活，笨是笨了点儿，但皮实随便使唤。叔叔阿姨，你们……阿琛，不用。成了，瑶瑶升职稳了，不仅改了名字，还顺手把温瑶堆了1周的杂活都处理了。看来你还有点用。爸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也要为我自己去享福了。上个月国外一家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向我发来了总监职位的邀请，丈夫也愿意放弃国内的一切，陪我重新开始。原本我一直舍不得他们，迟迟没有答应。可现在，我忽然不犹豫了。拿着，今天你没能爬山，补偿你去买几个喜欢的包吧。
谢谢妈妈。这些不是该给我吗？今天来的都是我的朋友、同事，还有南方的亲友，以后这些人情都要我一个个还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酒席是我出的钱，份子钱当然归我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要？我每个月8000块工资，妈妈让我上交7000，说将来结婚用，5年42万，整个婚宴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，现在她连红包钱都要拿走。拿去，看你那副斤斤计较的样子，看着就反胃。我20年的顺从，5年的供养，在他们眼里就值这50块。知了，不哭了，我带你走，这婚礼咱们不办了。不，要办。这一次我再也不退了。下面有请新娘父母致辞。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。虽然今天是我大女儿的婚礼，但我还是想夸夸我的小女儿。她从小就聪明懂事，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说正事儿，分嫁妆。对，我们温家一向最讲公平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姐妹俩抽签分嫁妆，1碗水端平，绝不偏心。老规矩，红签拿大平层，黑签拿电动车钥匙，谁抽到什么就是命，谁也别怨谁。慢着，这次我先抽。怎么要第一个抽？他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等一下，这次我先抽。知乐，大喜的日子你这么心急干什么？平时不都是让这妹妹先选吗？是啊，你是姐姐，大气一点，搞得好像我们会作弊似的，这么多亲戚看着呢。既然绝对公平，谁先抽又有什么区别？还是说，这桶里真的有秘密？哎，行，你先抽，大家都看着啊！这是知乐乐自己要求的，省得回头说我们偏心。为了所谓的公平，我让了20年，这一次我要亲手撕掉这层皮。原来如此，光滑的是红签，粗糙的是黑签。20年了，我摸了无数次这种粗糙，却傻傻的以为那是命。你手滑了，这个不算。我抽中了红签，右边的盒子是我的。你看错了，这是黑的，这是黑的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知乐抽的是黑签，瑶瑶抽的是红签，天意如此。对，天意。知乐，你自己抽的，可不能耍赖，做人得认命。天意，你们所谓的公平，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指鹿为马。闭嘴！抽完签就开箱，大喜的日子别在这哭丧着脸，丢人现眼。这是瑶瑶的，市中心200平大平层。我们温家的女儿，不管嫁不嫁人，这房子就是底气。谢谢爸爸妈妈，我太幸福了。姐姐，你羡慕吗？知乐，这是你的一把电瓶车钥匙。你小时候不是总抱怨我们不接你放学吗？现在好了，有了它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你都能自己回家了。这叫独立坚强，这是妈妈对你的期许啊。电瓶车，我这5年上交了42万工资，这顿饭的每一道菜都是我掏的钱。你们拿我的钱给他买大平层，给我一把破电瓶车钥匙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知乐呀，别闹了，你妈说的在理，抽签嘛，红是命，黑也是命，你要懂事，别让亲戚们看笑话。看，知乐这孩子就是爱开玩笑，抽签嘛，运气不好怪谁呢？他自己抽的黑签，总不能赖爹妈吧？这就是我的20年换来的一场笑话，不是剥削。温之乐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这电瓶车虽然便宜，也是我们的心意，你这副样子给谁看呢？简直是没良心！哎呀，姐姐有车了真好，风吹在脸上多凉快，不像我只能坐在冷冰冰的房子里。瑶瑶别闹，爸妈哪舍得让你吹风？这辆奔驰也是给你的，早就买好了。原来连抽签都是多余的，他们早就把一切都给了他。爸爸妈妈，我太爱你们了，你们真是全世界最好的爸妈。妈，
今天是我的婚礼，送你礼物都没个笑脸。就是因为你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，我们才不想给你买东西，一点情绪价值都没有。知乐不需要给任何人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，他的价值不需要用一个笑脸来换取这种廉价的施舍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长辈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知乐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人？我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入座。爸，我订的澳洲龙虾和战斧牛排呢？为什么全变成了油爆虾和红烧肉？订的那些羊味瑶瑶吃不惯，我全都换成瑶瑶爱吃的了。来，瑶瑶，这虾可新鲜了，你多吃点。这是我的婚礼，我试了5次菜才定下来的方案，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换了。做人不能太自私，得顾全大局。尤其是你妹妹，她胃口不好，得吃点顺心的。行了，别闹脾气。你看，爸这不是特地给你点了一大盘虾吗？你小时候不是最喜欢吃虾了吗？快吃，别辜负了爸的心意。爸，我对虾过敏，吃1颗就会休克，你忘了？温先生，作为父亲，你连亲生女儿的生死劲都能记错，却能精准记住二女儿爱吃几分糖的肉，这父爱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过敏就过敏，不吃就是了，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哪来那么多事儿？不吃拉倒。妈，这是过敏，会出人命的。行了，别矫情了。你这身体壮得像头牛，哪那么容易出事？少在这儿咒自己。瑶瑶，不能吃那个。瑶瑶，你可别吃那个牛肉，你一吃就起红疹。妈妈特意嘱咐厨房别放的。知乐，我们先去敬酒吧。哎呀，我就想尝尝味道嘛。服务员，快把这盘牛肉端走，离我女儿远点，快点！乐乐，走，这顿饭不吃也罢。不，还没敬酒呢。身为新娘，我得好好敬我亲爱的家人。天哪，这新娘子也太不体面了，是太胖了吧？衣服都撑爆了，这么丢人。姐，你也太搞笑了吧！我都说了让你减肥，你非不听，3X 都穿不下，直接撑爆了。我看你也别叫温之乐了，干脆改名叫温肥猪吧，多形象啊！以后咱们家逢年过节就牵你这头肥猪出来给大家助助兴。不是撑破的，是温瑶用剪刀剪断的。他站在我背后，离我那么近，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。温瑶，你真的想毁了我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我最后一层体面？别跑，有我在。爸妈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温瑶在当众羞辱我，她在我的婚礼上故意剪坏了我的衣服。管什么管？你整天就知道冤枉你妹妹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自己胖撑破了，别什么脏水都往瑶瑶身上泼。她还是个孩子，她懂什么？妈，这切口这么齐，怎么可能是撑破的？你也是女人，你看看。行了，闹够了没有？这么多亲戚看着你，非要把脸丢尽才安心吗？瑶瑶就算真跟你开了个玩笑，那也是姐妹间的情绪，你当姐姐的就不能大度点，非要揪着不放，显得你多没教养。就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故意弄坏的？毕竟你平时没人关注，说不定就想用这种方式引人注意呢。可惜啊，大家只会觉得你斤斤计较，不顾大局。我警告你，今天这事儿到此为止。你要是再敢针对瑶瑶，害她心情不好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生你真是不如生块叉烧。好一个姐妹玩笑，好一个不顾大局。你们不管是吧？好，从现在起这笔账我亲自跟他算。文瑶，你最好祈祷我永远不会还手。是吗，姐姐？这裙子破了真可惜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爸妈把大平层给我了。你那个破旧公寓确实配不上这种定制款，穿在你身上也是糟蹋榜样。看到没？就算在你的婚礼上，爸妈心里装的也全是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就只会用那张苦瓜脸讨人嫌，谁会喜欢一个整天丧着脸的祥林老？温瑶，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要围你转？那是自然。爸妈说了，我从小身体弱，你当姐姐就该让着我。温之乐，你疯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之乐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巴掌，我等了20年。她不配做我妹妹，你们也不配做我父母。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！你不就是没抽到那套房子吗？你妹妹从小体弱的多病，你让她一下怎么了？我们这些年用抽签定大小事，难道还不够公平吗？你到底要贪心到什么地步？贪心，公平。好，既然你们不教她，那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替你们好好教教什么人该有的廉耻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每一件事都是老天爷定的，那今天我就让老天爷现形。这是我的包，你要干什么？抢劫吗？来人啊！放下，温之乐，那是家里的规矩，你敢动他试试？从今天起，你们的规矩碎了。看啊，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看，
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公平。这道痕迹，只要摸到这道痕迹就能抽到红签。20年了，999次抽签，每一次温瑶想要的东西，每一次都有这道痕，这叫公平吗？这叫作弊，这叫谋杀！天哪，连亲生女儿都这么算计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怪不得大女儿今天这么疯。20年的黑钱换了谁都得疯，这哪是父母啊，这是仇人。这事儿要是发到网上，温家这点脸面怕是要被扒干净了。你胡说！那是签字本身竹节留下的瑕疵，天然的。天然的？爸，你告诉我，所有的红线都有同样位置、同样深浅的瑕疵，这叫天然？这谎话你说出来的时候，自己的牙不酸吗？是我们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？你以为我们乐意天天在签筒里动手脚吗？所以你们承认了，20年的骗局，一句那又怎么样就带过去了。我们是为了家庭和谐，你独立，没房没车也能活，可瑶瑶不行啊，她从小身体就弱，她需要照顾。你是姐姐，让她一点怎么了？你的东西分她一半怎么了？一个家总要有人牺牲的。所以你们就偷走我的人生去喂养她，偷我的留学绝额，偷我的晋升方案，偷我的嫁妆，然后告诉我这叫牺牲。芷乐，你妈说的对，你太强势了。从小到大你什么都优秀，学习、工作、做人，样样都比瑶瑶强。你妹妹会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会被你欺负死的。我们这是用心良苦，是为了整个家好。用心良苦，我哪一样东西不是靠我自己拼命换来？我熬了3年才拿到的晋升机会，他哭一哭就抢走了。我攒了5年的嫁妆钱，你们转手就给他买了大平层，我能把电瓶车钥匙，而他只要哭一哭撒个娇，你们就双手奉上我的血汗。到底谁欺负谁？到底谁才是被欺负的那个？闭嘴！你这就是自私，你只想着你自己，你根本不在乎这个家。他今天都是怎么样了？你想逼死我们啊！妈，你问我抢什么了？好，我今天帮你回忆一下。18岁，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，抽签时红签被温瑶抽走，后来我才知道是你偷偷换了我的申请材料。那是他更需要锻炼。22岁，我带回家的男朋友被你们逼着分手，转手介绍给温瑶，理由是姐姐该让给妹妹，结果温瑶把人甩了，害得我被恨了一辈子。去年副总监晋升名额，我的方案被温瑶剽窃，我去告发。爸，你扇我一掌，说我不顾姐妹情谊。同样都是你，为什么你偏心的理所当然？你们是父母还是温瑶的胞心？给我闭嘴！你真是发癫！你这个丧门星！温之乐，你太过分了！既然你不领情，那这婚礼你也别办了。你不配得到这种福气。如果不跪下来向我们和瑶瑶道歉，我们绝不会认你。哼！瑶瑶，我们走。芷乐，你的伤，要不我去跟叔叔阿姨道歉，领证先推迟。不用道歉。顾先生，你们现在就去领证。可是他们还没同意。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家人了，从现在起，我的家人只有你，我的人生不需要他们参与了。走。反了天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养他20多年，就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，当着这么多亲戚面砸场子，我看他是不想活了。妈，这下全完了，所有人都看我笑话。姐她怎么能这么对我啊？我不就是不小心划了她裙子一下吗？她至于当众打我吗？哼，哭什么哭？还嫌不够丢人？等他气消了，自然会回来赔罪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真的不认我们这对爹妈？翅膀再硬，也是我们温家的种。等他回来，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！敢砸我的场子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2位确认一下信息，签字就可以领证了。温女士，恭喜你，从今往后你有家了。顾先生，我们有家。气死我了！群里都在说今天婚礼的事儿，都在笑话我。妈，你赶紧给姐打电话，让她马上回来给我道歉，还要让她去跟所有亲戚解释，说她是一时糊涂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你姐那就是一时鬼迷心快，被那个顾晨挑唆了。等她回过神来，肯定跪着回来求我们原谅。不对劲儿，今天他看我们的眼神一点温度都没有。以前他再生气也不敢当众砸钱边，更不敢动手打瑶瑶。他也就敢逞一时而快，这么多年了，哪次他不是服软？家里水电物业费都卡交，瑶瑶的零花钱也是他出。他离了我们能活？我看他撑不过3天就得回来。以前总觉得再抽几次总能抽到红的，现在才知道桶从一开始就是歪的，我永远都赢不了。都过去了，以后你的人生里再也没有抽签，就你想不想要？走吧，
再也不回来了。总监，您要的策划案我做好了，您看看合不合心意？框架不错，整体思路很清晰，客户要的核心亮点也抓准了。对了，第3部分的风险宅线率你是按什么模型算的？给我讲讲你的推导逻辑。啊，这个啊，就是行业常用的那个模型嘛。我昨天熬了一整夜做的，脑子有点懵，我回去整理一下再给你详细汇报。行，那你回去把细节补全，把推导过程附在后面，下班前给我。瑶瑶，你这方案做的也太厉害了吧！之前都没看你接触过这类项目，藏得够深。还好啦，就是随便做做。知乐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了？以你的能力，再过2年副总位置就是你的，现在走太可惜了。谢谢总监，这些年多谢您照顾了，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。都办完了？所有工作都交接清楚了。你们是温小姐的家人吧？她昨天就办完退租手续了，东西都搬走了。什么啊！一堆破木头签子，他还当宝贝似的藏着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玩这种小孩子的东西？他真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？他能去哪儿啊？他除了这个破房子，还有哪里能去？他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断干净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真的不后悔吗？这一走，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回来了。不后悔，留在这儿，我永远是温家的长女，是温瑶的姐姐，永远要为他们活着。走了，我才是温之乐，才是我自己。怎么样？老张怎么说？打听到之乐的消息了吗？说他托人办了工作签证，好像是要去英国定居，工作都提前找好了，职位还不低。定居？他怎么敢不跟我们说一声就出国？他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爹妈？不可能！他那个死脑筋怎么可能出得了国？肯定是顾晨，肯定是那个男人挑唆他的。他走了我怎么办？我的方案还没改完呢，总监下午还催我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瑶瑶，总监说下午2点要跟你对方案细节，你改的怎么样了？我看他早上还问起你来着。快了，马上就好。温瑶，那个策划方案我看了，整体框架很出色，逻辑也缜密，我很满意。谢谢总监，我就说嘛，我熬了好几个大夜才出来的东西，肯定不会错的。不过还有几个细节需要打磨。第12页的风险控制模型，还有成本效益回收周期，这几个圈出来的地方你再生去，这是客户最看重的。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给我，没问题吧？下班前？既然你能做出这么优秀的框架，细节调整应该不难。没问题，总监慢走。该死的温之乐定是故意的，为什么不在这种地方也写清楚？这些东西他平时随手就能改好的，我有急事去跑客户，请个假。温之乐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，把方案改了。我今天要是交不了单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瑶瑶，这是怎么了？别动气，仔细踢疼了脚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姐姐她是故意的，她肯定是在方案里留了陷阱，就等着我今天在公司出丑。什么？她敢害你？领导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我说我数据有问题，她就是嫉妒我进了好公司，她想毁了我。知乐，开门！当姐姐的怎么能存这种心思？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这个逆女，温之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是不是觉得嫁了人腰杆就硬了？我还没死呢，赶紧给瑶瑶把方案改好，跪下来认错。好啊，在这跟我玩冷战呢，他这是在跟我们全家示威。逆女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温之乐人呢？东西全搬走了，连那个签筒都不见了。妈，他肯定是跑了，他昨天就计划好了要跑。好啊，翅膀硬了，我非得把他抓回来打断他的腿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关机？他竟敢关机！20多年了，他从来不敢不接我电话。妈，姐姐肯定是躲到那个琼姐夫家去了，还没领得住规得怎么看咱们家呀？人家会说我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倒贴货，我以后在公司怎么抬头？看他还敢不敢丢掉工作！喂，去把温之乐给我叫出来！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您是……哦，您不是温瑶瑶的母亲吗？我记得您前阵子每天中午都来给温瑶瑶送现熬电锅汤，还在大厅夸她能干呢。对，
我是瑶瑶的妈，也是温之乐的妈，赶紧的叫温之乐下来。您也是温姐的母亲，可温姐在这里入职3年了，我从没见您来找过她一次啊，连她生病住院那次都是她丈夫来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叫她下来！抱歉2位，我想你们找错地方了。什么找错地方？她就在这上班，她是准总监。既然您是温姐的母亲，那您应该知道，温姐昨天下午就已经办完离职手续，正式离职了。离职？不可能，她没经过我的同意，谁准她离职的？这一定是温之乐为了躲我们编出来的鬼话。小姑娘，你别帮他瞒着。温之乐确实已经离职了，所有的交接他在婚礼前1周就开始秘密进行了，做的滴水不漏。我不信，他最听我的话。这是他亲手写的申请，你们看清楚日期。下午3点，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商场给瑶瑶挑首饰，刷的是之乐的卡。妈，肯定是顾晨教坏了姐姐，咱们去顾晨的公司，他们肯定跑不远。你说顾晨也离职了？这绝不可能，他那天还说要孝敬我们，怎么可能突然消失？女士，顾先生确实在昨天已经办结了所有离职手续，这属于个人隐私。肯定是温之月那个逆女教他这么说的，让他断绝关系。我也是他老子，离职这种大事不需要我批准吗？爸妈，姐姐肯定躲在里面呢。她离了我们温家，怎么可能找得到正经工作？你们是顾哥的家属，找顾哥没用的，他现在估计都在横跨太平洋的飞机上了。什么飞机？他们去哪儿了？去国外定居了呀！你们不知道吗？顾太太太牛了，拿到了全球行业龙头的总监 offer， 年薪加奖金得有7位数呢。顾哥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他太太，所以二话不说就辞职陪太太出国发展了。他还说这叫夫唱妇随，以后要让温姐活成女王。胡说八道！他那个猪脑子能当总监，肯定是他勾搭了什么人。都辞了，顾晨也辞了，他竟然带那个白眼狼出国了。顾先生说太太收到了国外高薪 offer， 他陪太太定居了，定居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妈，他走了我怎么办？谁给我改方案，谁帮我顶罪？他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这个没良心的，他怎么敢啊？谁交家里的物业费，他怎么能这么绝？他是认真的，他连个地址都没留，是真的不要我们了。这位大妈，话不能乱说。温姐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全才，当初要不是为了照顾家里，她早就是大拿了。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一点都不了解她？总监高薪，那个只会改方案的温之乐都辞了，顾晨也辞了，他竟然带那个白眼狼出国了。顾先生说太太收到了国外高薪 offer， 他陪太太定居了，定居这辈子都不回来了。妈，他走了我怎么办？谁给我改方案，谁帮我顶罪？他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这个没良心的，他怎么敢啊？谁交家里的物业费，他怎么能这么绝？他是认真的，他连个地址都没留，是真的不要我们了。醒了？昨天跨国航行累坏了吧？过来坐好，我帮你按肩膀。顾燕，其实以前在家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我习惯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你是温之乐，在这里你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。一人一半，这样比较公平，我不该多吃。之乐，看着我，我们是爱人，爱是不需要计算公平的。以前你妈说护士没教养，是为了剥夺你的那一份给温瑶。我只是还没习惯有人会把最好的留给我。那就从现在开始习惯。我不希望你再为了所谓的公平委屈自己。在我心里，你是全世界最值得被偏爱的人。以前温瑶想吃，妈就说我有糖尿病风险。原来爱真的可以这么简单。今天带你去新公司报道，那里的职场不需要人情交换，只看实力。温，恭喜你，你是这间办公室最年轻、最优秀的负责人，这是你的总监任命书。谢谢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温之乐，谁让你擅自出国的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搭的？好啊，你躲在这里当阔太太，让你妹妹在国内受苦，瑶因为你没做完方案，被领导骂的心脏病都要犯了。你们是怎么找来的？姐姐，你走的倒是干净，可公司那些烂摊子我都不会弄，大家都在看我笑话，你真的好狠心。赶紧把房门打开，让我们进去。我已经跟你们领导打过招呼了，让他们给你保留职位。明天你就跟我们回国，去帮你妹妹把漏洞补上。温先生，请注意言辞，这里是私人住宅，你们没有权利强制之乐做任何的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温之乐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立刻开门！你妹妹被领导批评，说她方案抄袭，要不是你故意撒手不管，她怎么会受这种委屈？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是你没把她教好。方案本来就是她抄袭我的，她没能力是事实，难道我还要负责把她这辈子饭都嚼碎了喂到她嘴里吗？你现在立刻回国议，去给他们领导道歉，说是你故意留了错漏陷害，把责任揽过来。姐，爸妈都为你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也不是要抢你功劳，可爸妈年纪大了，你难道想看他们为你操心死吗？为了保温瑶无耻，就要毁掉之乐的职业生涯。你们知道职场造假的指控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什么？再找不就行了？瑶瑶娇弱，受不了这种打击。温之乐，你今天不答应，我就死在你门口。在这里，没人会因为你们是父母就让我让步。温母，你撞吧。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你说什么？这里的民警可不听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跟我耍什么性子？以前真是把你惯坏了。给我回家！你敢对我动手？我是在告诉你不要碰我，我不会回去的。因为在那个家里，我早就没有家了。温瑶没能力被辞退，那叫社会公义。疯了，你真的疯了！你是被这个男人下药了吗？以前之乐听话，是因为他对你们还有亲情幻想。
可你们呢？你们真的爱文瑶吗？你们只是嫌一碗水端平太麻烦了。我那是为了公平，公平999跟黑钱叫公平，让优秀的女儿去给平庸的女儿当垫脚石叫公平。你们只是把知乐当成了供血包。请不要再拿温瑶的事烦我，如果继续骚扰，我会申请限制令。你们最爱面子了，不想闹上国际报文，就立刻离开我的视线。妈，姐姐眼神好可怕。知乐，你妹妹现在真的很难。国内公司说，如果不去解释清楚，就要追究她的责任。你回国帮帮她，这对你只是举手之劳。我不会回去的，我在那里早就没有家了。怎么会没家呢？我和你爸都在啊！你们在的地方从来都只是温瑶的家。你怎么能这么绝情？她是你的亲妹妹。以后请不要再拿她的事情来找我。可是这里不是国内，没人会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就要求我必须体谅、必须让步。如果你们继续骚扰，我会选择报警申请限制令。你们最爱面子了，如果不想闹得太难看上国际新闻，就请立刻离开。知乐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！你想让我变成以前那样，可是我不想。姐姐，你心里就只有自己吗？爸妈坐了那么久飞机来找你，你却这么跟他们说话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说别人之前，不如先照照镜子。知乐从初中起包揽所有家务，工作后给家里的钱累计已超过40万。他到底自私在哪里？难道非得他为你牺牲一辈子才算不自私？女婿，那都是家事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。见外？当你们在婚礼上逼他给温瑶改方案，私吞他的嫁妆给温瑶买大平层时，你们把他当成一家人了吗？你们真的配为人父母吗？温先生最讲面子，要是这些事被发到网上，您觉得您的那些老同事会怎么看你？你们真的是因为爱温瑶才偏心吗？不一定，你们只是嫌一碗水端平太麻烦了。因为知乐懂事善良，所以你们就肆无忌惮地牺牲她来维持家里虚伪的安宁，欺负那个好说话的孩子，这就是你们的家和万事胜。你们不是爱温瑶，你们只是在纵容一个寄生虫，让自己活得更轻松。你们所谓的公平，是建立在知乐血淋淋的牺牲之上。你们走吗？走吧。那个顾晨算什么东西，居然敢这么教训爸妈？妈，你刚才怎么不扇他，就任由他们在那儿嘚瑟？回国后，爸得赶紧托关系，再帮我找个职位，我可不能待业，丢死人了。够了，妈，你吼我干嘛？瑶瑶，这个世上最没资格指责你姐姐的就是你。以前我说让知乐多担待，是因为我只要一句话，她就真的会去忍受。可我们忘了，她也会疼。你们现在是合伙欺负我了，就因为她找了个有钱老公。你抢她的留学机会，抢她的成果，她一次都没怪过你，你竟然还在想怎么继续榨干她。知乐刚出生时我多高兴，后来总觉得她是姐姐，多照顾妹妹是应该的，可她也只比瑶瑶大2岁。你怎么才来啊？你先站稳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别弄着我裙子，这很贵的。这姐姐真够能忍。生病了怕花钱不敢说，考了第1也不敢要礼物，我们怎么把他的心伤成这样？我们根本不会做父母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姐姐就该对我好，他那种蠢人就该安分不出头。瑶瑶，明天你回国吧。什么？你们不帮我找姐姐求情了？走吧，都走吧，我们没脸再待下去。知乐，这是那套大平层，我和你爸商量好了，直接过户到你名下，就当是这些年的补偿。是啊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你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当初这房子抽签我抽到白签，你们说这是命，让我一寸也别想。现在这命你们想改就改。那时候是被瑶瑶蒙了心，我们昨晚一夜没睡，觉得太……如果这些话是在婚礼那天你们拦住他划破我衣服时说的，我一定会感动的哭下来。可是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们的弥补只是在提醒我以前过得有多卑微。温瑶，方案逻辑漏洞百出，连基础公式都是错的。你以前的那些成绩全是造假吧？我只是发挥失常。别演了，我们联系了你姐原单位，证实你那些所谓的工作成果全部是剽窃，你被开除了，我们会通报行业黑名单。不，我姐会帮我的，她有钱有势。你姐早在3年前就发声明和你断绝关系了。温瑶，没了她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去帮我找关系啊，去求温之乐啊，都是你们没用。我们没用。我们养了你20多年，养出一个连碗都不会洗，只会啃老头街的废物。瑶瑶，爸妈这次不管你，你自己去找工作吧，哪怕是洗盘子。连你们也嫌弃我，行，我走，你们守着你们的亏欠过去吧。老温，你说咱们图什么？大的一心断绝关系，小的离家出走再不回来，这房子怎么这么空啊？图咱们的虚伪的公平呗。知乐在的时候，家里什么时候乱过？生病了有人管，水电有人交。我今天听说知乐在国外在签筒里做手脚，老温，当初现在是不是已经在他身边看日落了？咱们这种人只配在这个烂摊子里耗死。温之乐，你赢了，你把全家都毁了。后来听说温瑶到处打零工，因为吃不了苦，换了无数份工作，再也没回过家。之乐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们听亲家说你生了，特意带了国内的补品，还有给孩子做的虎头鞋。知乐，孩子真像你。听说你们不打算请保姆，你看我和你爸闲着也是闲着，
我们可以留下帮忙带孩子。对，我们住外面酒店，白天过来，绝不影响你们生活，也不要工资。让我们弥补一下吧，以前没照顾好你，让我们照顾孙子，好不好？你们大老远跑来，辛苦了，先进来喝口茶吧。爸妈，喝茶。哎，女婿，那个带孩子的事儿，你看行吗？这件事我全听知乐的。妈，带孩子的事还是算了吧。知乐，我们真的改了，我们会对他一视同仁，不，我们会全心全意对他。我相信，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一个充满愧疚和补偿的环境里长大。他应该健康平等的去爱你们，而不是成为你们心里赎罪的工具。那种丰盛的依赖早在3年前就断了。你们以后可以偶尔来看看孩子，但我的人生已经不需要那份迟到的爱了。知乐，你真的不恨我们了吗？不恨了，因为不在乎了，所以不恨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停在原地等待一份迟到的爱。有些伤害原谅不代表回归，而是彻底的切割。知乐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挑的，要是你不喜欢，我们就带走。东西先放着吧。孩子长得真像你小时候。知乐，妈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总觉得你能干懂事，就该多让着瑶瑶明白，懂事的孩子才最容易被伤透。这是国内那套大平层的过户手续，还有家里存款的一半。我和你妈以前拿你的、欠你的，我们一笔笔都记着。我说过，我不需要补偿。不是补偿，是归还。你小时候考第1，我们没夸过你；你生病发烧，我们让你忍一忍；你结婚那天，我们还在逼你替温瑶收拾烂摊子。这些不是一句对不起能抹掉的，可错了就是错了。我和你妈想堂堂正正认。这个，你打开看看。我昨天整理旧东西时翻出来的，看到这张纸，我才知道，你原来不是不在乎，你只是一直在等我们公平一次。你们先坐吧，孩子快醒了。我能抱抱他吗？不抱也行，我就是问问。你小时候，我其实也这样抱过你，这么软，这么小。可后来日子一忙，我就总觉得大女儿皮实，不用太操心。现在才知道，不是你不用人疼，是你从来没争过。知乐不争，不代表他不委屈。我知道，以前我总把自己当一家之主，觉得只要维持表面和气就是尽责任。每次你妈偏心，我都装看不见，每次又拿姐姐让着妹妹糊弄过去。知乐，这辈子我没低过几次头，今天这一功，不是演给你看，是我该还的。知乐，妈以前总说自己最讲公平，现在想想，真是可笑。公平不是让懂事的人一直退，公平是每个孩子都该被一样的疼。温瑶呢？他回国了，他对你也很愧疚，老跟我们爹要来找你道歉，我们怕打扰到你，就没让他来。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拿任何人情和道德来绑你。你愿意见我们，我们就来看看；你不想见，我们也认。摔得够疼，就该长记性。你们变了，中午留下吃饭吧。我去买菜。这个汤没放虾，也没放你不爱吃的炝菜。你小时候其实说过很多次，是我没记住。这个能吃吗？我不敢乱来，还太小，先别喂。好，我记住。这是我和你妈今天特意买的。我们知道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喜欢这个东西，但我和你爸还是想把它留下来，提醒我们以后家里再也不能有假的公平了。这次你想怎么处理都行。好啊，都抓住，不用选，也不用让。对，都给他。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最想要的是一个解释，一个道歉，一个公道。可后来才发现，我真正想要的只是以后的人再也不用像我这样长大。有些伤不会因为一句对不起就消失，可有些人真的会在失去后学会爱。至于未来会不会重新靠近，我不急着回答。至少这一次，签筒里没有骗局，桌上的饭也终于有人记得我的忌口，而我已经有勇气慢慢看他们变成真正的父母。